现在是早上10点半，我们已经开车前往维多利亚的内港，我们将在那里搭乘轮渡，前往美国。这一次还真的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因为这一次呢，还真的是临时起意，事先完全没有计划的。因为我正好星期五下班之后，我想到下周放假，然后我们出去玩吧就，然后去哪儿呢？就去美国吧。于是就订了星期天的船票，而船票呢就只剩最早一班的了，所以必须现在就出来。那么昨天晚上呢，维多利亚也是下了一场雷阵雨啊，这个在维多利亚的历史上呢也是非常罕见的，所以我现在呢也还不确定那个 ferry 今天开不开，要是不开的话就真的很麻烦了，因为这次真的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啊，所以说很多东西啊都没有提前买，最后选择的是亚马逊上购买，用的是亚马逊 Prime 的那个 One Day Delivery， 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到啊，结果是星期五下单，星期六也就是昨天，这些东西也都全都到了，还好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出发了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轮渡啊，这个轮渡今天好像是开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排队等着上那个船啊。据说是在这儿还要办理那个美国的入境手续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坐这个轮渡。现在停车场那边也有很多车了，还有警察在巡逻。对面那个船呢，就是我们这次要搭乘的那个 Black Ball Ferry。现在一名美国的移民官来到了我们车子这里啊，原来真的是在这里办理入境啊。那么基本就是这样子的，会有一名移民官走到车子这块来检查一下护照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中国护照只有 EVIS 的话，那么就需要去旁边的 office 采集一下指纹。那么这次呢还真的是有点特别啊，我现在人还在加拿大，就已经办完了那个美国的入境手续了。那么这次其实还真的是有点担心啊，因为我们这次带了一只猫啊，我们的家最小的这个毛孩子 March 跟我们一起去美国啊。当时我们担心他不让 March 上船呢，还有点担心呢。但是还好什么都没有查，虽然我们也带了他的疫苗的那个记录，但是什么都没有查，就让我们进来了。March 不怕啊，他们让你去啊，你可以去美国了啊。现在这个天刚刚蒙蒙亮啊，我们的船已经驶离了维多利亚内港，前往那个 Port Angeles。现在那个船已经开出来一阵了，不过还是挺大的。刚才在那个餐厅点了一杯咖啡啊，如果没有咖啡的话，估计都挺不到中午啊。我现在带背这个猫出来转一转，我家那个 March 还是挺受欢迎的，好几个人想跟他一块拍照啊。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 Black Ball Ferry 又叫做 Coho Ferry， 跟我们经常乘坐的 BC Ferries 的船相比呢，要小不少，而且设施呢也略显老旧。不过从维多利亚开车去美国，这个是唯一的选择，因为从维多利亚直达西雅图的 Seattle Clipper 只载人不载车。由于是跨国轮渡，船上还有卖免税品的，不过大多是加拿大的特产，我们也不需要啊。现在海上下起了雨啊，风也挺大的，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呀。我们现在正在穿越的这片狭长的海域叫做 Salish Sea。平时看着 Port Angeles 那么近，没想到坐船还要挺长时间的。我们现在是到了 Port Angeles， 外面雾蒙蒙的，好像还是很大的雾的样子。现在来到 Port Angeles 之后呢，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加油站，因为这个美国的油啊，它比加拿大的油便宜多了。你看现在是3.9毛一加仑呢，这个折合成加拿大的价格的话，大概是1块4毛多钱一升。那就比加拿大现在大概是1块7毛多一升，所以就要便宜不少。所以我们首先把这个油加满。其实除了加油，感觉美国的物价总体都挺便宜的。刚才去那个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，3美元，大概也就是4加元多吧，这比加拿大还是要便宜啊。现在我们开车去那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开车啊，感觉还是有点挺不习惯的。因为它总是那个什么 mile 啊 feet 这种的，然后在脑子里换算来换算去的。现在这个山里的雾特别的大，能见度特别的低，我也忘了这个雾灯怎么开的，所以还真的是有点危险啊。而且现在这个手机的信号也没有了，所以我们改用这个 Garmin 的这个导航。这个
山里路况还真的好复杂，刚刚连续过了好几个那个tunnel，那个隧道。改成这个 Garmin 的导航之后呢，还要方便多了，因为它是自动把那个 mile 就换算成那个公里啊，就不用自己去换算了。现在我们来到那个 Hurricane Ridge， 这个据说是附近最高的一个地点啊。在天晴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温哥华岛的全貌啊。但是今天明显这个雾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见啊，而且特别的冷。现在可以看到下面那块有一块那个雾已经散了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势非常的高。虽然说雾很大，我们决定还是要去挑战一下步道，毕竟来一次不容易啊。说巧也巧，当我们到达步道的入口处时，天竟然奇迹般的放晴了。步道两侧的景色美不胜收，简直是进入了童话的世界。这条步道上的风景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之一啊。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,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'm breathing in. Hold tight, chemicals collide. 我们最终来到了飓风岭之巅，在云海的对岸，依稀可见我们的温哥华岛。下山的这一程特别的轻松，主要也得益于路面都是铺过的。我们非常惊叹的一点就是，在美国 trail 居然是铺过的，这要是在加拿大，那简直是难以想象啊 ！trail 上只要没有树根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条步道唯一可惜的一点就是不让宠物进来啊，当然 service dog 除外啊，所以我们家 March 没有办法，只好待在车里啊。现在我们前往 Crescent Lake 新月湖。今天幸亏带了这个 Garmin 的这个导航的，因为这个山里完全没有信号。如果完全依赖手机导航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麻烦啊。现在下山，这个雾气又很大呀。现在已经不是下雾了，已经下起雨来了。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差呀。现在才下午1点钟啊，就已经像晚上了。从飓风岭到新月湖的这段路不近，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中间有一段土路。路的两侧特别的荒凉，还有一块差点开错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Lake Crescent 新月湖，现在天上下起雨来了。这个湖感觉好大呀，好大一个湖。新月湖的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，还真的是很大。而且还有证据表明 Lake Crescent 和它旁边的 Lake Sutherland 以前是一个湖，是由于山体塌方才变成了2个湖的，也就是说以前还更大呀。据说在天气好的时候，湖水像玉一样的碧绿，特别的美。不过现在的雨太大了，是看不到这一美景了。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地点 Forks 小镇。这个小镇呢是电影《暮光之城》的故事情节设定地。现在天上呢还是下着雨啊，我开了一天觉得稍微有点累了，现在换我太太开。从新月湖到 Forks 小镇大概有40分钟的车程，我居然一觉就睡过去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已经进入了暮光之城。这个时候雨已经没有再下了，在淡淡的阳光下，依山而建的 Forks 小镇显得安静而又平和。如果没有电影的话，很难把这里跟吸血鬼联系到一起啊。2008年电影《暮光之城》一战而红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人口仅为3000多人的小镇。就连小镇的支柱产业也从2008年之前的伐木业转型成了今天的旅游业。在小镇的中心地带有一条主干路穿城而过，在路的两旁有很多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，卖的都是与电影《暮光之城》相关的纪念品。这些在北美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当我女儿的同学知道我们要去美国之后，就指定的让我们给她带 Twilight 的纪念品。在我们买完的纪念品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风云突变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说实在的，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大雨了。其实也不奇怪，这里本来就是美国降雨量最高的地区啊。在《暮光之城》电影里也是这么说的。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, under near constant cover of clouds and rain, there's a small town named Forks. 想来是奥林匹克雪山挡住了南边来的暖湿气流，形成了特殊的区域气候啊。我个人很喜欢 Forks 这个小镇，要不是时间有限的话，还真的想多玩一会儿啊。我们在暴雨中离开了 Forks 小镇，开始折返向西雅图前进。从 Forks 小镇到西雅图有200多公里，
至少要开4个小时，是很长的一段路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我们来到了西雅图的近郊。现在好像这前面还有一个轮渡，而必须通过这个轮渡才能去西雅图。然后所以前面的车子都排起了长队，在等那个轮渡。而前面的车子的人都忍不住了，跑下去摘蓝莓吃去了。啊，摘黑莓。我们又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啊，现在终于是上了船啊，终于是要去西雅图了。